这小姐长得可真美啊，皮肤嫩的都能掐出水来。可惜了，这么个大美人，最后竟然被这凤凰男骗得团团转。不仅林家被掏空，连他自己都被卖到青楼做了娼役，下场凄惨。这大少爷也是个铁憨憨，掏心掏肺的把那凤凰男当亲兄弟，结果呢，死的时候双腿双脚全被对方亲手砍断，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老爷和夫人更是糊涂的没边了，自以为觅得良婿，倾尽全府之力供着凤凰男读书考学，结果呢，前脚刚提拔他，后脚就被他实名举报叛国，最后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林家几百口人的血，把菜市口的青石板都染红了。不就是一个凤凰男吗？有什么好嘚瑟？学历又不代表人品，看到那渣男都要作呕了。凤凰男是什么意思？不是吧，我只是逼逼一下，难道不小心说漏嘴了？问题不大，反正他也听不懂，随便找个借口糊弄过去吧。你听错了，小姐，奴婢没有说凤凰男啊。今日不是放榜吗？奴婢是想说，咱们姑爷乃人中龙凤，定能中榜。你这丫头有点意思，别在院子扫了，来大堂伺候吧。是。默默松了一口气。可怜呐，这一大家子真可怜哟。不久前，我误打误撞穿进了一本颠文。这本书的男女主角分别是新科状元郎和风流郡主，至于将军府一家，不过是为了推进剧情的炮灰配角罢了。原书中，男主的身份是个孤儿，被将军府小姐捡到后，将军一家出于同情，决定收养他，对他视如己出。不仅好吃好喝养着，供他读书，还将自己最珍贵的女儿许配给他。可男主却脑回路清奇，认为将军一家收留他是瞧不起他，给他金钱供他读书，都是为了羞辱他、利用他，甚至还因为小姐见过他最落魄的模样，对小姐积怨已久。于是，在考取功名之后，他决心要狠狠报复将军一家，最终成功把将军一家害得家破人亡、满门抄斩，还把好心救他的小姐给卖入了青楼，而他自己则傍上了郡主，从此走向人生巅峰。看到一半，我感觉我的脑子已经跟不上这本书的节奏。什么颠文？这不是妥妥的凤凰男吗？明明人美心善的将军府大小姐，硬是被魔改成了炮灰女配。不会写可以不写好吧？我就是用脚趾头也能写得比这好。我心里这么想着，被这颠文气得辗转难眠。谁知一觉睡醒，我穿成了将军府的洒扫丫鬟，而且还刚好卡在了一个关键节点。今天正是男主考上新科状元的日子，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复仇大计要开始了。看到将军一家还在傻傻的为男主庆贺，我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助他们一家逆天改命，打倒渣男，把这颠文改写成彻头彻尾的大女主爽文。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念叨，什么可怜？谁可怜啊？糟糕，又不小心说漏嘴了。小姐长得好美，可惜被凤凰男给骗了，最后还卖到青楼做娼妓，真是红颜薄命。清河，女儿家的要注意仪态。性格古板，是个死脑筋，不过倒也重情重义。这大少爷也是傻，还把那凤凰男当兄弟，死的时候双腿双脚全被砍断。你们兄妹二人今日怎么回事？一个比一个不稳重。这若叫外人看了，成何体统啊！伯父、伯母、清河、大哥，
我中榜了！世梅不负众望，考上状元了！恭贺了。大哥，今日这是怎么了？难道你们不为我高兴吗？陈郎，真是恭喜你了。只是今日我身子有些不适，还是改日再为你庆贺吧。庆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再走。陈郎，你放开！我靠！当众就开始家暴了，这状元还没当稳呢，就开始原形毕露，真拿将军府当自己家撒野了！敢在老娘面前欺负漂亮姐姐，真当我手里的皂酒是吃素的？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凤凰男渣男！不好意思，姑爷请让一下。这地儿还没打扫干净呢，奴婢给您去晦气。你这贱婢！为何要这样做？你是对姑爷有什么意见吗？奴婢不敢，奴婢只是不想让任何人欺负小姐，哪怕是姑爷也不行。今日开始，你就不用做洒扫丫头了，来我房里伺候吧。太好了，我就说漂亮姐姐最好了。如今成功接近了小姐，这还只是第一步。要想真正改变小姐惨死的命运，本质上还得从那个吃软饭的凤凰男渣男下手。这一身的脂粉味儿，熏得我胃里翻江倒海，准是刚从青楼那种烟花之地爬出来的。陈世魔这个人内心阴暗的很，每次在府里受了气，不敢乱发脾气，就去青楼里。清河，今日之事是我唐突了，我只是想不明白，自入府以来，伯父伯母待我一向视如己出，我心里也是感激涕零。如今我也算不负所托，高中状元，本该是全家同庆的好事，可为何你们却都对我避如蛇蝎呢？清河，你我就快要成婚了，我不希望我们二人之间生出嫌隙。姑爷小心！也不知道跟多少女人乱搞过，脏男人，离我们小姐远点，别把病传染给漂亮姐姐。无碍，不过是一件衣服罢了。清河，等我回去换件衣服，我们再来谈。不必了，今日就此作罢吧。我想一个人清静会儿。清河，既然你身子不爽数，我便不多叨扰了。那这件衣服，我便先回去换了。你好好休息，莫要忧思过重。明天一早，我再来看你。明天的事明天再说，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呸！装得跟个圣人一样，我看你这步子，分明是憋了一肚子火。不出意外的话，这凤凰男一准儿又要去青楼那种烟花之地。
把手里的活先放放，跟我过来。先不，星儿姐姐，这水还没浇呢。少废话，瞧见前面那位刚出门的新科状元没？瞧见了，姑爷走得可真快。你这次给我多留个心眼，悄悄跟上去，别被他发现了。他去哪儿，见了什么人，干了什么恶心事儿，你都给我记清楚了。这不合规矩吧？姑爷万一……什么规矩不规矩的？若是能抓个现行，也好让小姐认清他的真面目。快去，回头少不了你的赏钱。若是抓个现行，也好让小姐认清他的真面目。小姐，星儿姐姐，奴才照吩咐跟了一宿。那陈状元他简直是……快说啊，他到底去哪儿鬼混了？果不其然，陈状元昨日下午离了咱们府，一头就扎进了那烟花之地的倚红楼。衣衫不整，搂着娼妓，呸！这哪是什么新科状元，分明就是个斯文扫地的色中恶鬼！星儿，你说我跟陈郎相知相守数十年，如今他高中，为何却变成了这副样子？是因为我不够好吗？是我哪里做的不如那些女子，他才如此自甘堕落？小姐，你千万别这么想。你心地善良，还有才华横溢，长得更是倾国倾城，沉鱼落雁，闭月羞华。满京城的名门淑女，哪个能比得上你一根手指头？很明显是他有问题。那陈世墨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烂胚子，狗男人根本配不上你。这种日子过下去还有什么头？听奴婢的，干脆分手算了。小姐，奴婢是说，你呀，你真是个疯丫头。慎言，这要是传到外头，仔细你的皮。狗男人，说的倒也贴切。陈状元请留步，小姐今日身子不适，不便见客。那我去向伯父伯母请安。看着渣男吃瘪，真是爽。全家人都开启了全员防范模式，看你还能演到什么时候。说，这几日府里到底出了什么风声？姑爷，不，陈状元，奴才也是好不容易才打听到的。千金小姐身边的那个丫鬟星儿，好像派了人暗中跟着您，跟着我，说是小姐已经知道了，知道您高中之后，下午进了青楼，还搂着娼妓，深夜才出来。她竟然知道了！清河，我知错了。求你念在多年情分，就出来见我一面吧！哟，状元爷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这大喜的日子跪在咱们院门口，没得叫人瞧了去，还以为咱们将军府怎么欺负您了呢？清河，你若不见我，我便在这儿长跪不起。纵然是死在这里，我也要让你听我说两句真心话。清河，你开门啊！清河，清河，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开门啊！小姐，您可千万别信他，这男人惯会演戏，昨儿个还在青楼搂着人快活，今儿个就来这儿装情种，简直是老母猪戴象战，一套又一套。清河，清河，终究是相识一场。星儿，去，让他到外间的廊下说话吧。清河，清河，清河，你终于肯见我了，你定是误会我了。误会？陈状元衣衫不整，搂着继儿走出楼门，也是误会？清河，那是交际啊！我刚刚高中，京中权贵同科进士，哪个不需要打点？那倚红楼是他们约下的地方，我若不去，便是自绝于官场。我那是逢场作戏，我心里苦啊！清河，你我相识多年，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还是说你贵为将军嫡女，打心抵不起我这贫寒出身，认定我一朝心不适就会变坏，干脆一剑杀了我，也强过这般折辱于我？起来吧，我又没说不信你。
只是若有下次，我绝不会再听你半句解释。清河，我陈世墨对天起誓，此生绝不负你。若有下次，必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这演技不去梨园搭班子真是屈才了，举手发个誓就能洗白，这毒誓发的比放屁还轻松。老天爷要是真灵，你现在就该成地雷金了。嘴上说的浓情蜜意，还不是想着利用将军府的权势？恐怕下一步就是另娶他人哄小姐做妾了吧？死渣男！陈老，你曾亲口对我说过，若有朝一日你金榜题名，定会三书六礼，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这字字句句，你如今可还记得？这一生一世一双人，状元爷当真能做到？那可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的。陈状元平日里那么疼小姐，肯定记得。听说了吗？皇上钦点陈姑爷跟昭华郡主成婚，圣旨都下了。那咱家小姐算怎么回事？这成婚的事可是全城都知道的，这不是生生要把小姐往火坑里推吗？清河，圣上赐婚，我亦是被逼无奈。我只是一个寒窗苦读的学子，如何敢违抗皇命？若是不从，那是抗旨不遵，要满门抄斩的呀！但你要信我，我心中唯有你一人，此生绝不相负。我这一颗心，早就全系在你身上了。说的好听是被逼无奈，心里怕是早就乐开了花吧？郡主背后的权势可比咱们将军府强多了。希儿，你疯了，这话也敢说？你看他那眼神，下一步准是又要拿当年的情分说事儿了。按照原剧情，想方设法利用这数十年的感情，强行逼迫小姐做妾，从此小姐受尽搓磨，最终落得个悲惨命运。可这一次，有我正义使者在，我绝不会让死渣男再得逞。小姐，背信弃义之人断不可轻信啊！他如今圣杖在手，眼看着就要大红花轿抬郡主过门了，全城都在传他陈世魔成了皇亲国戚。他嘴上说不负你，可名分已经给了平人，他拿什么不负你？这分明就是看准了您心软，故意找的托词借口罢了。二丫说的对，陈世谋，你少在这信口开河！你口口声声说心中唯有我一人，可如今天下皆知，圣上已经赐婚你跟昭华郡主，她是主母。你倒说说看，事已至此，你又能如何？清河，圣旨如山，违者灭门。我陈世马区区一介书生，真的没有办法。只是，若你当真信得过我，肯为了咱们多年的情分稍微委屈一下，先入府做一个妾室。清河，我向你保证，只要过了这一关，我绝对不会辜负你这一片诗。只要待到日后我权位稳固，有了机会，我一定想办法升你做平妻。到那时，再无人能欺负了你去。平妻？陈郎，这圣旨才刚刚降下，你心里竟连如何安顿我这个妾，将来如何抬为平妻的主意都打好了。莫不是你早在还没放榜前就已经算准了今日是这全天下最大的傻子，任由你三言两语便能哄得没了自己的尊严？是啊，这连圣旨的事都想好了对策，得想了多久啊？状元爷这心思，当真是深不可测。我的个乖乖，小姐威武，会云多云，怼死这个厚颜无耻的臭渣男！原本以为小姐是个软柿子，没想到不仅貌美如花，这脑子转的也比陀螺还快。清河，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这一片苦心，全是为了保全咱们的未来。原来在你心里，竟是这般看低我的。若非为了你，我何苦这般委曲求全，去求那老狮子的升迁？你这般绝情，当真是要逼死我才甘心吗？旁人不信我也便罢了，可是清河，连你也不信我。我知道我陈某人出身寒门，身份低贱，比不得你们这些将门之后。你们林家自始至终恐怕都一下瞧不上我。林家一向重情义，陈状元若真有个三长两短，小姐的名声也毁。好，既然你不肯原谅我，多说无益，那我陈某今日就以死明志，证明我对你的心意。清河，你看好了，演，接着演，死凤凰男真会装。不就是想通过自残玩道德绑架，好让小姐心软，继续利用将军府的势力帮他在官场铺路吗？这戏演的连台词都一股子绿茶味儿。撞啊！怎么还不撞？有本事你就真死给大家看啊！磨磨唧唧的给谁瞧呢？鬼才相信你会愿意死。
其实，若按照原书中的设定，小姐看到他这副寻死觅活的模样，定是会心软妥协下来，从此任由陈世毛摆布，甚至还得发动全家的人脉势力，卑微的助这个渣男上位。可如今，小姐变了，她就那样冷冷的看着，丝毫没有打算上前劝阻的意思。啧啧，这定力真飒。这状元爷撞的动静挺响，怎么额头连红都没红？嘘，看破不说破，演戏呢。清河，既然你不信我，那我们此生便注定有缘无分。我陈世毛无能给不了你名分，来世我定要寻到你，与你再续前缘。若我今日死在这一了百了，你大可不必为我伤心，找个真正疼你爱你的人，把我忘了吧。从此你们一生一世一双人。瞧瞧，这位新科状元郎多痴情啊！为了林大小姐，连圣旨降下的婚事都想以死相抗，当真是义薄云天。林大小姐也太心狠了，是人家贴上来，人家高升了，受了难处，她都端起架子。要是真有那生死不渝的交情，这会儿早该陪着状元郎一同去了，这才叫真烈。怕不是想另攀高枝吧？小姐莫慌，既然这死凤凰男非要在大伙儿面前演这出求死的大戏，那咱们就顺着他的意，成全他。他想用名声压你，咱们就来一招以退为进。他不是说要死给你看吗？那你就大大方方的请他去死，看他那条贱命到底舍不舍得丢。陈郎，你的心意我领了，可你该知道，我乃将军府嫡女，受的是圣贤教诲，承的是家族风骨。我林家门风彪炳，断没有给人做妾、自甘下贱的道理。可你对我如此情深意重，甚至不惜以头抢地，以死明志，我林清河又岂是那草木无情之人？我自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独自走那黄泉路。不如这样，你先行一步，全了你这份痴心。待你走毒后，我定追随你而去，咱们在奈何桥头再续前缘。小姐真是刚烈，这才是生死相依啊！陈状元，小姐都发话了，你还不赶紧的，莫要辜负了小姐的一片心意。我原本早已跟昭华郡主表过忠心，今日这场戏不过是逼小姐做妾，哪里想到她真的请我去死，我的富贵荣华啊！好一个不毒火！好清河，既然天意弄人，非要拆散你我这就去赴死！莫要拦我！你瞧他那刀刃离大动脉远着呢，也就堪堪贴着皮。他那眼神，刚才跟侍卫都对上暗号了。姑爷不可，万万不可！让我死，让我去死！若不能跟挚爱之人在一起，我这状元当的还有什么意思？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让我随那宫里正义一半去了吧！姑爷，你是朝廷栋梁，万不能为了儿女私情自断前程啊！快松手！状元爷，万万不可啊！你这一刀下去，咱们将军府可就全完了。状元爷，你一个人死了事小，但这可是圣旨啊！若您抗旨不遵，皇上震怒，到时候不仅您的命没了，还会连累将军府一家陪葬呢。罢了。清河，他说的有道理，我们不能那么自私。你是将门之女，我是当朝状元，为了将军府，我不能抗旨，更不能拉着你全家入火坑。今日之事，是我对不住你，但我心中永远有你一席之地。这阶梯给的踩得多顺溜，嘴上说的大义凛然，其实心里正偷着乐呢。既保住了状元位子，又名正言顺的当了郡马爷。好戏，真是一出好戏。陈状元，若是朝廷待不下去了，这京城的梨园戏班子定有你的一席之地。清河，你这是何意？我刚才可是为了你连命都……够了，陈世成，你我的婚约就此作罢吧。啊！从此男婚女嫁，互不相干。
我的妈呀，小姐这也太帅了吧！我还以为他还要纠结半天，没想到这断的比切豆腐还利索。啊！庄爷，你没事吧？庄爷，醒醒啊！您的伤口一直在流血啊，这么多血，伤及命脉了。属下这就送您去就医，快来人呐！啊！将军，将军，那伤口要是再不送医，怕是都要愈合了吧？将军，将军，快送医！救命啊！你说陈状元那伤，瞧着也不重啊，叫的怎么跟杀猪似的？谁知道呢？兴许是咱们练武的人皮厚，人家读书人的皮焦醉吧。哼，呸！看他那副德行，真以为自己在演劳什子苦情戏呢，还寻死灭活，简直饿得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就那点连蚊子叮都算不上的小伤，还哭天喊地要送医，我瞧着根本不用送，恐怕还没抬到医馆门槛，那伤口自己就结痂愈合了。二丫，别在那看热闹了，回府。奴婢这就来喽。星儿，你说小姐这是何苦？明明看清了那人的真面目，却还是整日对着旧物发呆。情伤难愈，小姐这叫至纯至性。数十年的真心为了狗，换谁心里都不好受。小姐，小姐，你看这小纸人像不像陈世美被王八咬了屁股的样子？你这丫头整日里没个正经，净胡说八道。奴婢这叫变着法子哄您开心。小姐，您瞧您长得跟仙女下凡似的，为了个凤凰男伤神，那不是暴殄天物吗？哟，这不是昨儿个才在将军府闹着要自杀的新科状元吗？哎，这翻脸比翻书还快。昨天还深情款款要殉情，今天就敲锣打鼓娶君主了。大少爷，这次秋猎圣上亲临，京中权贵都在。凭您的剑法，那彩头准是咱们将军府的。彩头不重要，秋猎围场地形复杂，护驾才是头等大事。这可是秋猎啊，全书最让人心震的关键节点。大少爷拼了命在兽群里救下了皇上，却被陈世美钻了空隙，冒领了泼天功劳，从此平步青云，成了皇上跟前的红人。可怜大少爷心有不甘，想为自己证明，却被陈世美挑唆，反被诬陷贪功冒进。皇上以为他是谎话连篇的小人，最后竟被生生砍断手脚，判了终生监禁。林家失了圣心，满门抄斩的祸根就此埋下。大少爷，请留步！二丫，何事如此慌张？大少爷，这是奴婢特意去寺庙开过光的。这恐怕不合规矩吧？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随便送人东西？不行，我不能收，名声受损事小，若是坏了你的名节……该死，这种时候还重规矩，到底是规矩重要，还是命重要？难道又想被人害得砍断双腿双脚不成？既然是你的一番心意，又是开了光的辟邪之物，我也不好推拒了。那就带着吧，下不为例。二丫，你今日当真反常，那玉佩果真能保平安。小姐，有些事求个心安总比后悔强，咱们就在府里等着，大少爷定能平平安安立个大功回来。
不好了，小姐，二丫，宫里传来急报，皇上在秋练场遇刺了。皇上龙体如何？大少爷呢？听说皇上追逐幼虎误入密林，跟大部队走散，遭遇了斑斓猛虎袭击，万幸危急时刻被一位勇士拼死救了下来，皇上这才幸免于难。那救驾的英雄可认出来了？当时林中雾大，加上事发突然，皇上昏迷前只来得及匆匆一瞥，未能认清那个勇士到底是谁。皇上回宫后下的第一道旨意，就是要在全京城搜罗那位救命恩人呢。哦，圣上当真如此急切？可不是吗？听说圣上说了，救驾之功重于泰山，只要找到那位勇士，不仅要赏赐万金，还要封侯加爵，那是泼天的富贵啊！二丫，你平日里主意最精，你说那位单枪匹马杀退猛虎的勇士，到底会是谁？小姐，哎呦，小姐，您这可难倒奴婢了。奴婢整日窝在这将军府里，除了数地上的蚂蚁，哪儿见过什么勇士呀？奴婢也不知呢，兴许那勇士长了3头6臂吧，咱也别瞎猜了。兴许过会儿，这全京城的消息就传进府里了。好凶，差点就嘴快说露馅了。我总不能直接告诉你，那人就是你亲哥吧？这要是现在说了，你转头一想，肯定得怀疑我一个洒扫丫头是怎么比皇上还先知道密林里发生的事的。万一被你发现我能未卜先知，我不得被当成妖孽给烧了？稳住，稳住！哪怕我知道大少爷现在正带着玉佩被皇上的人马找寻，我也得憋着。这种装逼打脸的事儿，得让大少爷亲自来才爽。哦，知道了。妈呀，小姐这眼神怎么跟要吃人似的？她该不会真瞧出什么了吧？稳住，一定要稳住！小姐，星儿，天大的消息，宫里出大事了！圣上，臣当时见那猛虎扑向圣驾，心急如焚，只恨不能以身相待。臣虽是一介书生，但为了圣上安危，拼死搏杀，这才侥幸救下圣驾。陈爱卿，真没想到你一介文官，竟有如此胆魄和身手。且慢，圣上，末将林初言亦在密林救驾。敢问陈状元，当时那老虎左眼被箭射中，你用的是哪柄剑？这当时情况危急，臣不记得了。林将军，你莫不是见功劳诱人，想来抢功吗？皇上，此人居心叵测，皇上明察。朕昏迷前隐约记得救朕的人，腰间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闪光。就是他，朕记起来了，那勇士救朕时腰间正是这块玉佩。呸！还新科状元呢，竟敢在御前玩冒领功劳这一套。若不是昭华雄主在御书房跪着求情，他这脑袋早就搬街了。皇上最恨欺君罔上的贪功小人，如今虽然看在郡主面上饶了死罪，只罚跪1天1夜，可你瞧着吧，这欺君的烙印印上了，他这辈子的官运也就到头了。你们听说了吗？那陈状元在殿外跪了整整1天1夜，出来的时候2条腿都直了，是被人抬回去的，活该！现在满京城谁不知道他是撒谎精？以前还装什么谦君子，现在大家都说他不仅薄情寡义，还最爱装腔作势，连救命之恩都敢抢，简直不要脸到了极点。这叫什么？这就叫善恶终有报。以前他借着咱们府上的名声装清高，现在这皮衣包里头全是黑的，看他以后还怎么见人。小姐，您瞧瞧，这京里的流言传得比飞剑还快，陈世美现在是面子里子都丢了个干净，大家都说他是百年难遇的伪君子呢。他既然敢做，就该想到有今日。欺君罔上，自作聪明，真是叫人看了一出好戏。星儿，你也吃。哟，小姐，您这胃口可真是好得不得了。心里痛快，胃口自然好。瞧瞧这些御赐的宝贝，皇上这次可是下了血本嘉奖大少爷呢。那可不，皇上亲口夸赞大少爷有勇有谋，还说这风范不双咱们将军当年。我看呐，大少爷就是咱们大齐未来的名将。哈哈哈哈！二丫，快过来，这些全是给你的。二丫，这次真的多亏了你非要塞给我的那块玉佩，若非皇上一眼认出了他，我这次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那救驾之功了。
我是真没想到，世梅，陈世梅她竟然会变成这种人，欺君罔上，冒领功劳。她以前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啊，简直是我们将军府的小福星。那奴婢就谢过大少爷赏赐啦。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我可是带着剧本来的上帝视角。嘿嘿，只要我动动小手指，这将军府的死局就破了一半。大少爷现在对我死心塌地，小姐又跟我情同姐妹，以后在这京城，我岂不是横着走？二丫，经过这些事，我才发现你才是咱们府里的定海神针，以后我们将军府的运道可就全靠你了。小姐放心，只要有我在，保准咱们林府平平安安，谁也别想动咱们一根汗毛。清河，大哥，你们可算肯见我了！啊，大哥，外面的流言你们也听到了，你们听我解释，我的人品你们还不了解吗？我当日在皇上面前真的一时糊涂，有些贪功冒进了。我若知道人是大哥救的，我一定不会去跟大哥争抢的。咱们是一家人啊，我抢大哥的功劳，那不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吗？我也恨自己。可你们生来富贵，家世显赫，一定无法理解我这种出身寒门，什么都只能靠自己的人，到底有多渴望成功。我只是想配得上清寒，想让你们看得起我。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清河，我知道你恨我，可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其实陈姑爷也挺难的，无权无势的，想往上爬确实不容易。小姐，别听他的。小姐，他这叫狡辩。出身寒门不是他冒领功劳的借口，更不是他背信弃义的理由。他这是在拿您的同情心当垫脚石呢。小姐，你可千万不能上他的当啊！你，又是你，又是你，是你！每次都是你这个贱婢在从中搞鬼。清河，只要将这贱婢除去，你我之间的误会定能化解的。陈世卯，你竟敢在将军府行凶！陈世宗，收起你那套虚伪的嘴脸，你我之间的事，从头到尾都无关旁人，要怪就怪你自己。什么叫你们生来富贵？你摸着良心问问，自打你10年前入这将军府开始，我父亲母亲可曾亏欠过你半点？我跟大哥有的，你哪样没有？你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锦缎绸罗，你要读书，要考取功名，父亲母亲哪次不是倾尽全力支持？可你呢？高中之后你变心负我，扭头迎娶了郡主，甚至还要冒领我大哥的功劳。那时候我们为了全你的颜面，可曾有过半句怨言？如今你名声扫地，走投无路，又跑来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还将一切过错都推卸到一个无辜丫鬟身上。陈世美，我以前还真是高看你了。我原以为你只是贪恋权势，没成想你连做人的骨气都丢了个干净。林清河，你够了！你别摆出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教训我。我就知道你们这一家子自始至终从来就没真正瞧得起我过。看到我在外面声名狼藉，颜面尽失，看到我被京城百姓指指点点，你们心里肯定特别满意吧？觉得终于把我这穷小子踩在脚底下了，是不是？好，既然你们如此绝情，我陈世魔以后绝不会再踏入这将军府半步。这府里的恩恩怨怨到此为止，咱们恩断义绝。还恩断义绝，说的真好听，搞得好像你有恩于将军府似的。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林家供你吃供你喝供你读书，这天大的恩情你压根儿就没报过，现在反倒先喊起断交了。既然要绝，那就绝个干净！滚！二丫，不必理会疯狗乱吠，关门。快滚吧！还恩断义别，说的跟谁求着你回来似的。原本想着，既然陈世美这死渣男都把狠话撂到了这个份上，那原书里那个最让人心塞的剧情，举报将军府谋反，应该就不会往下走了吧？毕竟脸都撕烂了。二丫，你说这陈状元当真不回来了？虽然他这人坏，但他那厚脸皮的劲儿，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唉。我倒希望他别回来了，只要他不折腾，咱们府上就能消停。我的老天奶，终究还是我低估了这凤凰男的厚脸皮程度。仙儿姐姐，快瞧，那不是陈状元吗？他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烦请通报，罪人陈世梅深感前日失礼冒犯，特备下薄礼，回来向伯父伯母赔礼认罪了，还请伯父伯母给师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将军，一点薄礼不成敬意。黄鼠狼给鸡拜年准没安好心，也不知道这2天他回去跟郡主和王爷商量了什么毒计，竟然大摇大摆的跑回来装孙子了。伯父伯母，过去之事是世毛不对，是世毛被功名利禄迷了眼，竟做出了那些伤透2位长辈心的错事。这陈状元是把这辈子的俸禄都抬过来了吧？可不是吗？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们对世梅恩重如山，世梅即便粉身碎骨，无论如何也该报答你们的。这些薄礼全当是世梅的一点心意。报答什么的就不必了。你现在是圣上面前的红人，又是王府的贵婿，咱们林家高攀不起。毕竟当初我们捡你回来供你读书，也只是看你可怜，并不是为了从你身上哪来的抬回哪去。演接着演，前天还喊着恩断义绝，今天就跪逼地，这变脸速国度，川剧变脸都没你利索。伯父伯母，其实我今日冒死前来，除了认罪，更有要事相商。我知道你们或许对我有些成见，觉得我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可这是圣关将军府的存亡啊！存亡？陈世梅，你把话说清楚。伯父，恕我直言，圣心难测。您早年立功太盛，朝野皆知您手握重兵，在边疆一呼百应。如今大少爷在秋猎救驾，锋芒更是盖过了满朝文武。您以为这是好事？不，圣上对此早有忌惮。实不相瞒，我在朝中已嗅到风声，圣上一直想找个由头，彻底除掉咱们林家。既然皇上不仁，咱们为何不能不义？伯父，我的老丈人玉王爷也早已看清局势，他老人家愿意暗中出手相助，咱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皇上动手之前先出手为强，反了他。伯父，若事成，林家就是从龙之宫的开国首臣，到时候加官进爵，福泽万世，总比在这儿等着被圣上满门抄斩强吧。住口！陈世梅，你这个无耻小人！你要我做那不忠不义、乱臣贼子之举？滚！我就算林家今日覆灭，也绝不屑与你们这等狼心狗肺之徒为伍。果然，大老爷这一拒绝正中他下怀。陈世魔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作，而是要以此而为了栽赃陷害。该死的，陈世美这招太阴了。他表面上大张旗鼓的送金银珠宝，其实是算准了老爷会拒绝。他趁着这个道歉送礼的功夫，派人往老爷书房里塞通敌密信呢。
星儿姐姐，你怎么脸色这么差？那陈状元不是被赶走了吗？赶走？他这是留了一手夺命符。按照原书剧情，他接下来就会马不停蹄地去圣前检举揭发，反诬老爷勾结外敌，密谋谋反。那些被他送来的还没来得及抬走的金银珠宝，全都会变成老爷收受贿赂、招兵买马的铁证。皇上本就多疑，这铁证如山，老爷又是一身风骨，不屑自辩，最终只会落得个百口莫辩、满门抄斩的下场。最恨的是，小姐那么一个天上的仙女，竟然会被他亲手卖去青楼，受尽那些肮脏男人的折辱。将军一家都是顶顶好的人，尤其是小姐，那更是天上的仙女。而陈世梅却因为自己的自卑，非要将她贬入淤泥，好掩盖她那些见不得人的卑微过去。若是有机会，我真想让她尝尝做鸭子的滋味。伯父，此事关乎全府性命，您若是再犹豫，只怕屠刀就要落下来了。二丫，你来得正好。二丫，你方才在旁定也听到了几分陈状元所言之事，你觉得咱们该当如何啊？哎呀，老爷夫人，奴婢只是一个粗手粗脚的洒扫丫鬟，哪懂这些朝堂上的军国大事？您这不是折煞奴婢了吗？你只管说，你的见识，这府里没人敢小觑。既然老爷问了，奴婢就斗胆多一句嘴。奴婢认为，陈状元既然是一片苦心，咱们若直接回绝，难免落个不识好歹的名声。万一激怒了某些人，反倒不好。不如待到他们觉得万无一失，将那些谋反的计划全盘套出时，咱们再带着确凿的物证，直接向圣上检举。到那时，不仅自证了清白，还能立下一件奇功。好，此法甚好，借力打力。清河果然说的没错，你这丫头果然聪慧过人，是我们将军府的智囊啊！妈呀，小姐居然背地里这么夸我，还跟老爷说我是智能。哎呀，这该死的魅力！状元爷，真没想到那倔脾气的林将军竟然真的被您说动了。林家如今被圣上猜忌，除了跟本官合作，他还有生路吗？原本我只是想借机除掉林府，但现在林正坤手里那几万林家军愿意倒戈，这造反的大事还真叫人心动。去回禀玉王爷，既然林家愿意做这个开路先锋，咱们的计划就提前。只要事成，这天下便是本官与王爷的。遵命，状元爷。演得好，陈世美那凤凰男果然上钩了。老爷不仅拿到了誉王谋反的名单，连具体的布防图都已经握在手里了。圣上，臣林正坤受奸人引诱，假意顺从，实为卧底，现已掌握誉王与新科状元陈世美谋反之确凿证据。这其中包括陈世谋亲自教育臣的谋反路线图，以及他为了栽赃臣，亲手放入陈书房的伪造通敌信件。好一个陈世谋，好一个誉王！王爷、状元爷，长街那边毫无动静，林家的兵马压根就没出营。该死的林正坤，临阵脱逃，还是想坐山观虎斗？哼，本王就知道这老匹夫不可全信。世明，按咱们说好的，启用第二套方案。明白。既然他不仁，就别怪咱们不义。咱们先去见皇上，就说林正坤密谋造反，咱们是来护驾清君侧的。等皇上下旨把林家满门抄斩，禁军大乱，
咱们在趁乱夺位。圣上，臣是做拼死护驾。林将军林正坤狼子野心，正率领林家军攻打午门，臣死战得脱，特来揭发。皇兄，臣弟也接到了消息，林家意图谋反，臣弟已带家兵入宫护驾。哦，是吗？朕这位皇叔倒是比朕的密探还要灵通。圣上，您这是何意？臣是来揭发林家的呀。皇兄，你莫要听信谗言，林正坤才是那个乱臣贼子。林爱卿，他们说你正在攻打午门，你觉得呢？陈世昭、誉王，老夫在此，看谁敢栽赃我林家忠良！二丫，听说昨晚皇宫里热闹的紧，陈状元和誉王都被拿下了。唉，我只是个洒扫丫鬟，自然是没机会亲眼见证那一幕了。那老爷回来没提两句？提了。老爷说，那陈世梅看到他从皇上身后走出来时，眼睛都瞪直了，那模样恨不得当场破口大骂起来。活该。那后来呢？结果自是不必说，陈世美和誉王统统都被抓了起来。这次是满门抄斩，全变成了誉王一家的命。听说就连那位昭华郡主也没能幸免于难。我是被逼的，一切都是郡主跟誉王威逼利诱，我人微言轻，不敢反驳啊！清河，清河，你救救我！原本跟我结亲的应该是你，并非郡主啊！我心里只有你。恬不知耻！给我揍，省得他在白日做梦。3日后，誉王一家被当众处斩。陈世美那孽障，皇上说他毕竟是将军府出来的，便格外开恩，交由老夫全权处置。你们意下如何？既然他喜欢富贵荣华，那我们就先将他斩，再把他丢去小楼馆做。我看行，让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不要！清河，你忘了我们当初在后花园赏月了吗？你忘了我为你写的那些诗了吗？你最心软了，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你饶过我这一回吧。住口！你不配提过去。动手！二丫，这次若不是你，林家怕是早已万劫不复。从今日起，你就是我们将军府的大功臣。孩子，我们想好好嘉奖你，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可以随便许一个愿望。二丫，你快说啊，想要什么？京城的铺子还是黄金万两？你若是有想要的，大哥一定帮你弄到手。你到底想要什么？若你实在想不出来，其实也不用不好意思。我知道你的心意，若你愿意，我可以娶了你，就当做是对你的报答了。不必，奴婢可不敢攀附大少爷。我的妈呀，什么报答？分明是在惩罚我，好不好？嫁给你这种古板木头，我这辈子不就毁了吗？老公，你也有今日，瞧你难得失了体面。老爷、夫人，至于愿望，奴婢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到。毕竟在这将军府过的已经是神仙日子了，奴婢知足。既然如此，老夫便直接做主了。从今往后，我们便收你为义女，你便是林府的二小姐，谁也不能再把你当丫鬟看。太好了，往后我们便是真姐妹了。咱们大少爷终于成亲了，那位少奶奶当真是大少爷的真命天女，两人站在一起跟画似的。大少爷的事办完了，接下来该轮到咱们小姐了吧？二丫，大哥都喜结良缘了，
我这终身大事也该定下了。你来，替我择个女婿。这个不行，长得太丑了，带出去都嫌丢人。这个虽然样貌尚可，但你看这桃花眼，一看就是个到处留情的花花公子。还有这个，你看他贼眉鼠眼的，眼神浑浊，肯定是个会动手打女人的家暴男。不行不行，这些通通都不行，都配不上小姐。小姐，京城这么多有权有势的人你不选，为何如此信任我，非要我一个丫鬟来选啊？我能听到哦。啊？听到什么？你的心声。二丫，你跑什么呀？